各位管理员好，我是文案组的胖虎，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下重返虚衡相关的故事前瞻。伴随夏施瓦特故事的落幕，看似一切又回归正轨，但依旧有许多潜藏的问题等待管理员去发现。这次在机缘际会下，管理员将前往一片名为大荒的区域。大荒最初也是虚衡原制区的一部分，原本是虚衡北部虬云山外一片幅员辽阔之地，但因为一些暂时未知的原因，这个纪元中大荒北部出现了一种叫做荒兽的特殊怪物。荒兽和尸骸完全不一样，用来对付尸骸的手段包括修正者的神力，效果都很有限，再加上不知道他们的来源，所以即便科尔盖和虚衡向大荒派驻了大量守军，荒兽的问题还是一直得不到解决。大荒戍边的守军与荒兽的战斗一直没有结束，虽然大荒的环境非常恶劣，物产也比较匮乏，但一代代边军前赴后继履行自己的职责，官兵与他们的亲眷依托原有的城市设施自力更生，不仅修筑了许多抵御荒兽的城墙关隘，后方主城燕翼城也维持着繁华的景象。是的，说到这里，相信管理员们对大荒已经有了基本的印象，这里就是虚衡的边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管理员们对这首边塞诗应该都不陌生，它就是对大荒最好的写照。80年过去，虚衡和大荒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边军没法回家，能做的只有一次次抵御荒兽的入侵，希望能够早日平定边患。这种边塞文化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种文化。国家广袤的疆域决定了复杂的地缘环境，也决定了应对地缘冲突的边军难免要远离国家腹地，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的边塞诗对边塞荒凉同时又辽阔壮美的景观有着各种角度的描写。边塞的气质其实也就是戍边将士们的气质，有孤独萧索，也有忠勇热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职责是崇高的，一代代人戍边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值得被我们记住。这就是我们设计大荒这样一个区域最开始的想法。到底要怎样对付这群荒兽，其实早在其出现之初就有许多人想过，其中就有铸剑大师祝融，当然也是一位修正者。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施荒长期以治荒。他深入大荒北部，研究荒兽使用的太虚能量，打造出能够汲取太虚能量的铸剑炉，并用它打造出第一把蕴含太虚能量的特殊拳药，后来被叫做神剑。祝融的弟子长琴继承铸剑炉以后，又打造了8柄功能各异的神剑。这9把神剑分别为长阳、书变、游珠、七幽、浩明、玄问、严决、苍夷，以及最后一把成军。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来自《吕氏春秋·天分九野》的名称，感兴趣的管理员可以对应着看一下。另外一个字则是从他们的使用者，也就是剑主的身上提炼出来的，有的是角色的性格气质，有的是角色的成长主题，这个就留给管理员们在剧情中慢慢探索了。在四凶之乱的时候，长琴找到了几位能够使用神剑的剑主，一同击退了荒兽的入侵，后面也就流传了9剑的传说故事。要说这9剑剑主，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就比如庚辰曾经是苍夷剑的剑主，带领其他剑主解决了四凶之乱。他为守护天通引擎失踪后，苍夷剑现在传给了孟章。就比如金乌常常挂在嘴边的老师，也就是在若木3分中登场过的西河，就是9剑中长阳剑的初代剑主，也是我们本次 4.8 版本与大家见面的修正者。乍一看，管理员们可能会有些懵啊，这怎么和在若木3分中的西河长得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西河不管什么时候说话都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但是盖亚赋予西河的修正者本体就是小孩子的形态，他也知道自己这副小孩的模样没什么威严，而且和庚辰、后土这些比较成熟的伙伴站在一起有点奇怪，所以这回他与管理员见面的姿态才是他最常在人们面前显现的姿态，也是人们最广为人知的大侠的形象。说到这里，有些管理员可能已经想到了另一个人，没错，就是我们的梵天老大。其实梵天切换2副形体的技巧就是向西河取的经，只不过实现的原理略有些不同。梵天使用的是他的原初全能，西河使用的则是他自己的一项独门绝技，这个暂时就不多说了。我们这次见到的西河是他模拟了自己正常长大以后的样子。在过去的诸多纪元中，西河几乎总是虚衡第一位觉醒的修正者，可以说抛开原初修正者不谈，属于是祖师级别的老前辈，所以平时在晚辈面前有些端着也无可厚非。不过骨子里他其实是个逍遥散漫的人，毕竟他觉醒的时候原制区并没有那么多问题，也没有许多修正者同伴要一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
所以他每天放旷自然，游山玩水，也没人管他。只是后来出了荒兽的事，他临时使用长阳剑参战，知道荒兽难对付，所以一边寻找长阳剑真正的剑主，一边在研究比神剑更容易普及的对付荒兽的办法。金乌经常被考教攻克的天通术，就是由西河亲手创造。再后来又在阳山镇压了混沌，没法离开若木宫，内心有了责任，也就没办法继续逍遥下去了。在一场叫做四凶之乱的战争以后，为了避免荒兽从北边一路南下威胁到虚衡全境，也为了避免云歌石引发的地质问题影响到大荒守军，差不多80年前，虚衡3位元老级的修正者庚辰、西河以及后土开展了一项名叫大荒决通的工程，将大荒与虚衡隔绝开来，希望至少有一边把问题解决以后，再想办法重新连接，解决另一边的问题。这种隔绝的手段非常彻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盖亚的原质区外还有广袤未知的域外空间，在虚衡被称作太虚，人们暂时还没有探索太虚的手段。大荒和虚衡中间就隔着无法丈量的太虚空间，所以在前面虚衡篇的剧情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大荒没有任何反应。其实大荒这80年发生了什么，虚衡同样也是不知道的。大有可为，大有可为啊！刚才所说的四凶之乱时期，实际上其中有几位剑主并没能与神剑完全适配。现在荒兽再度来临，这些神剑也是终于等到了他们的新主人。这也就是我们未来虚衡大荒篇要为大家呈现的故事。而管理员也会作为其中一柄神剑的剑主参与其中，能够对9剑的剑主们起到调律的作用和产生一些奇妙的影响。至于管理员会使用哪一把神剑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的嘛，这个就剧透太多了，就留给管理员们在剧情中去探索。我们去还原了他作为9剑剑主之一的高超剑术，通过这种剑与符操作自如、游刃有余的姿态来展现西河宗师级的实力与地位。而连线奥义方面，西河自然是与徒弟金乌连线。有的。西河的奥义与连线奥义能够触发一种新的机制值类型，名为邪律。新篇章中与9剑相关的天元神系修正者基本都会使用这种新的机制值类型。邪律机制值可以通过释放普攻、技能或者其他触发效果获得，达到满时，释放奥义或连写奥义时会消耗全部值，获得增益或其他效果。如果觉得启动太慢，这时候前面提到的管理员对于9剑的调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只要使用管理员助战模块，修正者就不再需要释放奥义或者连写奥义才能触发了。只要点数到满，管理员发动助战技能就可以消耗全部邪律值，获得更强的增益或效果。当队伍有多位邪律型修正者，并且邪律点数到达满时，全都会触发效果。在整个大荒篇章最开始的动画中，我们有幸邀请到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老师来弹唱开篇序曲，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歌声，能够让各位深切体会到在虚衡大荒风沙中传颂的故事，开启一段朔风寒刃、贫贱问侠的旅程。好的，以上就是本次栏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各位看得开心，期待各位再回虚衡一探虚实，拜拜。